家好，我是雨晴，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7月11号呢，我刚刚过了自己的20岁生日，然后现在呢又大了1岁。哎，我看见很多人他们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哦，是什么？30岁我送给自己第一个爱马仕铂金包包，或者是20多岁就给自己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那我就不一样了，我送给自己的礼物呢就是这一个 YouTube 视频。这个视频呢主要就是我对自己人生现阶段的一个总结。因为随着就是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就外在的物质在我看来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吸引力，相反我觉得可能 self actualization 才是你能给自己最好的礼物。然后这也是近期我身上发现我变化特别大的一个点。因为以前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无敌爱买奢侈品的人。我最疯狂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去年年底在英国待了不到1周，然后我去那个 Chanel Department Store 去了至少5次。因为当时我超级想买 Chanel 最新款那个 Chanel 19 Black in Medium Size，是因为当时所有的就是那些 fashion blog 他们都在背，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只要我在第一时间拥有那个包，像他们一样走在了时尚的最前端。其实很早我就有接触断舍离这个概念，但是以前觉得断舍离就等于穷，因为你钱赚的够多，你的房子够大，你想要买什么这个房子都能装得下，你为什么要断舍离？疫情这段时间就是我在大扫除嘛，就我的衣柜啊 skincare 啊 makeup， 我发现就是我的东西已经多到我根本就不记得我拥有它。我觉得真正拥有一样东西，首先是第一，你的使用频率很高，第二是你每次看到它或者每次用它的时候，它都能给你带来全身心的愉悦，否则它就是在你家里你还在帮它付租金呢。很好的变化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很清楚我的家里哪些东西都放在什么位置。就是去购物的时候，如果我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自己说你已经有了一模基本上一样功能或者是差不多类型的，就不要再去买新的东西了。自从我开始 consciously practice minimalism 之后，我基本上今年就没有买衣服，而且就拿那些 sponsor clothes 的时候，我也会很小心。他们要么就是我很符合我的平常穿衣风格，要么就是我很想尝试这个新风格。把钱花在会给你带来真正幸福感的东西上。就这2个月我买了很多，添置了很多新东西。比如说最贵的应该是那个我的猫猫，哇，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几年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因为它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而且它会让你变得非常有责任心。我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的早饭都没有做，要去给它做饭，因为它会喵喵喵喵叫它。然后每天早上它来蹭你脚的时候，就觉得整个人都要融化的感觉。第二笔不小的开支应该是我布置阳台的花费。可以买真花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买假花，因为真的植物它那个生命力真的超级旺盛。很多那个花，我觉得我以为快死掉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枯掉了那个根底下又长出了新枝。去看看我自己的那个花园，我都会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就是我每一次看到它们，我都会很身心愉悦。我觉得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可能还抵不上半个名牌包包的价格，但是它带给你的快乐，可能比一个包包里面的快乐是10倍甚至不止，而且它是永久而持续很强烈的快乐。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要把钱放在那些能够给你带来这种感受的事物上。那聊完这个消费观，我们再来聊一聊我对挫折和焦虑的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吧。其实说老实话，过去的这3年我还蛮顺利也蛮幸运的，因为我在很短的就是 considerably a short time 就积累了还不错的粉丝基础。就最疯狂的时候，我一张照片可以涨大概将近1万个粉丝。开始做 YouTube， 我最一开始想的应该是 YouTube 应该和 Instagram 一样容易，毕竟我 Instagram 有那么大的 follower base， 对吧？只要有一个 10% 转化率，我分分钟就把20多 10多K 粉丝。
那你现在看一看，我已经做了，这是第几个？第7、第8个了吧？对吧？我现在粉丝还没有上3000，我分分钟就20多、10多 K 粉丝。开始意识到，原来真正做内容输出，靠内容去赢粉丝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对我打击还蛮大的，因为我把一切都想得太容易了。当你的能力和你的运气不匹配的时候，这种幸运其实不幸的，它会让你 took everything for granted。一个人在他幸运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都会把这种成功归结于个人的这个努力或者是天赋。但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把它归结为外界，比如说他们没有眼光，对吧？不好的话，那就是没有人看，人家不会管你花多少时间去剪辑视频、去拍视频。这个小小的挫折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让我开始重新的去看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能力，花时间去钻研你讲话的那个 skills， 然后你的脚本、你的整个拍摄的手法。就是 failure is a opportunity for learning 之外呢，我还觉得就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 be process oriented but not goal oriented。 我其实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啊，就是我要4000个小时。我相信啊，这视频拍完我应该就有4000个小时了，那之后就可以吧 YouTube 赚钱了。但我知道这个 YouTube 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因为就我可能做10个 YouTube 的广告的钱，还不如我在 Instagram 接1个广告的钱来的多。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享受做视频的这个过程，享受我把我要想说的话变成文字，再把文字表达成一个视频，再传递给看视频的人。就算可能只有100个，甚至只有10个人觉得这个视频有用，它有很影响到我，这个就够了，这就是你的意义，对吧？这么多我的一些变化啊，现在再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一直都有这困惑，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或者说什么是成功。你跟3年前的我说3年后你会成为一个200多 K 粉丝的博主，你1个月能赚多少钱，1年能赚多少钱，那个时候我觉得哇，那个就是我想要的，对吧？那你说到现在我满足了吗？我没有满足呀，我肯定想要做得更好。说我现在对吧，下一个目标可能是需要买一辆车，因为我新的房子交通那边不太方便。如果明年我真的买一辆车以后，我肯定说不定会想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现在我就在问自己，你以后到底想过上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现在身边大部分朋友他们还是就是在大企业做朝9晚5的工作，比如说银行啊，或者是电商，就 Shopee Lazada 那一种。他们现在可能有些已经考过了 CFA Level 3，过一段时间说不定就会当上某个部门的主管。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去找一份在大企业，对吧？找一个就是我能够看到我一直在向上走的这种工作。现在的工作虽然说工资还不错，然后自由度也很高，平常还可以去出差，唯一的一个就是它上升的空间没有那么大。我是不是也应该像他们一样考一个 CFA， 或者是去 Pro Banking？ 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一定没有时间来做博主这一块，就想都不要想。所以这是我现在怎么说我的一个 dilemma 吧，就是我到底要把我的这个重心放在哪一部分。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你不能因为别人有什么你也想要什么。有一句老话怎么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你才会什么都想要。就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很积极的影响，能够去传递自己的思想和看法，觉得你在被人需要，并且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觉得这几点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做博主会更加适合我一些，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花时间来做 YouTube 而不是去做 TikTok 的原因。我知道现在 TikTok 可能更加火，然后更容易火。10分钟的视频我能够表达的内容，虽然可能观看大家可能只看1-2分钟就关掉了，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比 TikTok 一个15秒或者30秒的短视频传达出来的东西更多。我觉得也可以有更大的概率能够给大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他一直在说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那再聊一聊就是我这2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虽然曾经我也是就是 consumerism 的 victim， 但是我一直没有说为了赚快钱去做一些
我觉得会让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比如 private account 发什么，想不想要1个小时赚几千块那种工作，至于做什么，大家应该都猜得到，对吧？什么工作这么好啊？1个小时让你赚几千块啊，诱人，真的很诱人。我希望就是以后不管还有什么面对什么新的诱惑或者更大的诱惑，我都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最后的最后呢，想跟自己说，你又长大了1岁，不要总是去跟别人比，也不要总是去看别人有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处在 different time zone，你还是要坚持去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只要你比昨天的自己更加的自律、自信，更加的热爱生活，你就在进步。一个更好的自己是你能给自己的最好的礼物。好啦，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吧。